I was constantly checking, and I would say that probably over the span of a day, it was 3-4 hours that I poured into these apps.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Z 世代，明明是人類有史以來連結最緊密的一代，但同時他們好像也是最焦慮、最孤單的一代。2023年，台灣有24名14歲以下學童輕生，15至24歲每年都有200多個年輕人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對，他們的手機裡好像裝了全世界，可是你仔細看，他們的眼神裡那種光芒好像不見了，這到底是為什麼？今天呢，我們就要來好好聊聊這本可以說是震撼的全球教育界跟家長圈的書《失控的焦慮世代》。我們會試着從書裡面找出3個關鍵問題的答案，而這3個問題，坦白說，可能真的會決定我們下一代的未來。第一個就是，我們是不是哪裡搞錯了？為什麼我們在現實世界把孩子保護得滴水不漏，但在那個更複雜的虛擬世界，卻幾乎是放任他們自生自滅？再來第二個問題，為什麼社群媒體對女孩子的殺傷力特別大，簡直像一場完美風暴？而同樣的網絡世界，卻好像讓男孩子們，整個失去了動力。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知道了問題，那然後呢？我們到底該怎麼做？我們有沒有可能發起一場集體行動，把孩子們從虛擬的火星帶回我們真實的地球？好，在我們深入探討之前，先讓我自我介紹一下。歡迎來到阿冷的書房，我是你的閱讀領航員阿冷。好，那麼今天我們的討論大概會分成4個部分。首先，我們會先看看這個所謂的焦慮 Z 世代到底有多嚴重。接着，我們會深入聊聊書裡提到的核心概念，就是這種錯位的保護。再來，我們會分開來看男孩跟女孩在這場危機中分別遇到了什麼樣的困境。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我們會來談談我們到底能採取哪些集體行動。一定要有手機，我沒有手機我會睡不着，我睡前一定要滑。大概睡前大概要滑2小時。好，那我們就馬上進入第一個重點：焦慮的 Z 世代。這整件事的開端其實是一個非常讓人不安的發現，就是全世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大概在2010年之後，不知道為什麼突然之間就像是自由落體一樣，出現了懸崖式的崩壞。書的作者把2010到2015年這短短5年稱作是一個關鍵的轉捩點，叫做童年大重鎖。這是什麼意思呢？你想想看哈，幾萬年來，人類的童年基本上都是以玩樂為基礎的，對吧？但在這短短幾年內，一切都變了。童年被強制重塑成以手機為基礎的模式，這也等於是說，我們的 Z 世代，他們就成了白老鼠，被丟進一場史無前例，而且完全沒有對照組的巨大社會實驗裡面。而且我跟你說，這絕對不只是我們感覺好像變嚴重了而已。你看看這張圖表，它呈現出來的數據真的會讓人嚇一跳。這是在講美國青少年因為自殘行為，就是傷害自己，被送到急診室的比例。你看，2010年之後，這個曲線是怎麼飆升的？尤其是10到14歲的小女生，這個成長幅度竟然高達188%！我的天哪！這很清楚地告訴我們，這是一場正在真實上演，而且非常非常嚴峻的心理健康危機。所以問題到底出在哪裡？為什麼會這樣？好，這就帶我們來到這本書最核心的一個論點。作者認為我們犯下了一個根本性的錯誤，他稱之為錯位的保護。簡單來說，就是在現實世界裡我們過度保護，但在虛擬世界裡我們卻徹底放任。你看這個對比是不是很諷刺，甚至有點荒謬啊？在真實世界裡，我們怕孩子跌倒，怕他受傷，怕他遇到壞人，所以我們怎麼樣？我們限制他的自由，不讓他自己去探索、去冒險。結果呢，我們反而剝奪了他們學習獨立、學習怎麼應對風險的機會。好，但另一方面，在那個其實更危險、更黑暗的虛擬世界裡，我們卻幾乎是完全不設防。
就這樣把他們丟進去，讓他們自己去面對一個根本就是為成年人設計，而且充滿各種剝削和惡意的環境。書裡面舉了一個非常尖銳，但你一聽就會覺得，對，這就是事實的例子。他說，我們現在竟然創造出了一個這樣的世界，一個性掠奪者。在網絡上要找到我們的孩子，竟然比在現實生活中還要容易。你仔細想想這句話，這就是我們這種錯位的保護所帶來的最可怕也最讓人心痛的後果。好，那麼接下來我們就要來回答我們一開始提出的第二個關鍵問題了，就是說這一場危機為什麼對男孩和女孩造成的衝擊，好像不太一樣。他們就像是走上了兩條完全不同的路，但很不幸的，他們的終點卻同樣是焦慮。我們先來談談女孩。書裡面非常明確地指出，社群媒體對女孩子的傷害，可以說是比男孩子來得更直接，也更致命。也就不是說男孩子就沒事哦，而是說這些社群平台的設計，它根本就是它恰好就完美的利用，甚至可以說是扭曲了女孩子在青春期最在意的那些事，就是人際關係還有自我認同。數據也完全支持這個說法。你看，女孩們泡在社群媒體上的時間，真的遠遠超過男孩。到了2015年的時候，那種一個禮拜花超過40個小時在上面的超級用戶，女生的比例幾乎是男生的2倍。你想想看，這麼高多的沉浸，他們受到的傷害當然也就更深啦。那書裡就歸納出了4個主要的原因。他說，這4個原因加起來，根本就是一個針對女孩設計的完美陷阱。哪4個呢？第一個是永無止境的視覺化社交比較。哎呀，滑手機看到的都是光鮮亮麗的照片，從臉蛋、身材到生活，無時無刻都在跟別人比較。第二個，它放大了所謂的關係攻擊，也就是女生之間那種你知道的散播謠言啊、搞小團體排擠呀，這種事在網絡上更容易發生，而且殺傷力更大。第三是情緒的傳染，焦慮、憂鬱這種負面情緒，在女孩的社群圈裡特別容易像病毒一樣一個傳一個。最後第4點就是女孩在網絡上也更容易成為那些心懷不軌的成年人騷擾跟剝削的對象。你把這2張圖擺在一起看，真的就完美呈現了這一切造成的後果。你看左邊這一張，青少年跟朋友實際面對面相處的時間，2010年之後是直線下降。但同一時間，你再看右邊這張圖，感覺到孤單的比例卻是急速上升。而且你看女生的那條線爬升的特別陡，這就是最諷刺的地方，不是嗎？我們以為在網絡上有幾千個朋友，連接得更緊密了，但結果現實生活中的孤獨感卻是前所未有的強烈。好，講完了女孩，那男孩呢？他們遇到的又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危機。作者用了一個很有趣的理論，叫做推拉理論，來解釋男孩的困境。他說，有一股力量把男孩推出去，一股力量把他們拉進去。什麼是推的力量？就是現實世界。現在的學校啊、社會啊，好像越來越不鼓勵那種傳統的男性特質，所以很多男孩很難在現實中找到證明自己獲得成就感的地方，所以他們就被推了出來。那拉的力量呢？就是虛擬世界。電玩、4晴天這些東西提供的是什麼？是馬上就可以得到的超高強度的刺激跟滿足感，而且完全不需要付出真實世界的努力。這股力量就把他們緊緊地拉了進去。所以在這一推一拉之間發生了什麼事？結果就是大量的男孩，他們從現實世界撤退了。他們躲進自己的房間，沉迷在虛擬世界裡，慢慢的，他們失去了對現實生活的目標跟動力，最後就導致了書裡說的無法起飛的狀況。也就是說，他們很難順利的從男孩長大成為一個負責任的成年人。好，我們了解了問題的根源，也看到了情況有多嚴重。那麼，終於來到大家最想知道的部分了。知道的這一切，那我們到底該怎麼辦？我們到底要怎麼採取行動，才能把我們的孩子們帶回地球？
首先，作者強調一個最重要的觀念，我們必須認知到這是一個集體行動的問題。這句話的意思是，光靠你一個家庭、一個家長自己努力是沒有用的。你想想看嘛，如果整個班上只有你家小孩沒有手機，那他會發生什麼事？他一定會被同學排擠啊！最後你很可能還是得妥協，對不對？所以自己單打獨鬥注定會失敗。我們唯一一個出路就是大家一起行動，形成一個新的社會共識、新的規範。所以作者就提出了4個可以說是釜底抽薪的改革方案，而且他強調這4的方案都必須是集體行動，是整個社區、整個學校的家長们要一起做的。第一，上高中以前不給智慧型手機；第二，16歲以前不讓他們使用社區媒體；第三，學校要全面實施無手機校園政策，讓他們在學校可以專心。第4，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我們要大幅增加孩子們那種沒有大人在旁邊盯着的，可以自由玩樂、獨立探索的時間，讓他們重新跟真實世界建立連結。回頭來看，過去這10幾年，我們好像在孩子身上進行了一場很不負責任的數位實驗，而現在所有的證據都指向同一個結論：這場實驗已經徹底失敗了。所以現在是時候，我們該勇敢地結束它，把我們的孩子帶回家，帶回到這個真實、有溫度、有觸感的世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分享，覺得對你有幫助的話，請務必幫我按個喜歡，這對我來說真的是很大的鼓勵。也別忘了訂閱阿懶的書房，然後打開旁邊的小鈴鐺，這樣我們每週為你拆解更多好書的時候，你才不會錯過哦。